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它可能不是你旅游清单的第一顺位，但从很久很久以前，你默默地把它放在心里，并且相信有一天一定会去到这里。去年我展开出访欧洲为期3个月的长途旅行，那时候我收到来自大学时期去美国打工的捷克同事 Jacob 的讯息，他问我这次有没有机会安排捷克，但因为当时要去的国家真的太多了，只好把它取舍掉。但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如果有一天我再回来欧洲，无论如何一定都要去捷克。于是今年我因缘际会再度踏上了欧洲之旅。这次我二话不说买了台北到布拉格的来回机票，决定把它当作此趟欧洲行的最后一站。终于来到我这次来欧洲行的最后一个国家了，我心心念念很久的捷克。我现在其实是在布拉格车站，算是一个蛮中心点的地方，可是它的假日超级安静，超级宁静，就觉得好适合居住哦。我最期待的行程是我要去见一个我10年前在阿拉斯加打工认识的捷克同事，到底跟10年没见的朋友见面会是怎么样呢？现在呢，要准备搭他们轻轨，只要下载一个 App， 可以直接在上面查询你要去的路线，哪一站到哪一站，然后可以直接透过手机 Apple Pay 买票。然后好像也没有什么刷卡的地方，如果有人查票的时候，你就出示，它就是一个证明这样子。那个就是我等一下要搭车的地方。你买好之后，它就是有一个 QR code， 你要在30分钟内用完，一张大概是台币40元。现在中午12点，太阳越来越大了。欧洲这边的天气还蛮舒服，即便是夏天，也不会让人家觉得很闷热的那一种。来到了捷克的市中心，我在捷克看到超级多手摇饮，一杯 bubble tea 超贵，要164台币。其实，在欧洲已经很便宜了，那个在法国啊或其他国家要200多块台币。这边有一个市集。这饼干好可爱。Can I pay by card? 这个市场只收现金，但是我一个现金都没有换。我之前在其他国家欧洲现金其实都没有花到什么，就是各地都有刷卡。其实捷克这边也是啦，只是呢，它的那个小市场就是没有办法刷卡，难怪那么多地方可以领钱。我们来到了这个布拉格非常有名的天文钟，世界上最古老还有在运作的天文钟之一。它在整点的时候，钟上面会出现12使徒，还有一个骷髅头拉钟提醒你时间不等人。它有分走楼梯的票价，一个人是350克朗，电梯票价一个人是450。走路来还蛮漂亮的，他们是透明的电梯。它走路跟我想象很不一样，因为我之前在瓦伦西亚，欧洲的那种塔楼建筑，爬楼梯都很累，楼梯很陡，就是那种很旧的建筑。它的楼梯超宽敞，很像在散步一样。这一栋建筑呢，它其实就是布拉格的旧市政厅，它是跟我刚在外面介绍天文钟是同个建筑。我们现在进入到比较旧的建筑这里了，可是它把它做成不是楼梯，是这种缓缓的斜坡，走起来还蛮轻松的。要进入到最后一阶段了，更陡的楼梯，还有红绿灯。这个塔楼很优秀，虽然是一个旧建筑，可是它把这些改的，就连这个最窄的楼梯走起来都蛮好走的。上来了。好漂亮哦！有一个绕一圈的通道，可以从这边这样走，然后绕一圈，这样回来。它四面八方都有各种不同的风景。看到下面那个广场，360度都可以看到整个捷克市区的红屋顶，超级美，还蛮推荐大家上来，真的还蛮壮观的，可以一
次看到所有布拉格市区的重要景点，虽然我就有点认不出他们叫什么名字，就是天上高空中俯瞰下面的人群，一群蚂蚁聚集在那边的感觉，就觉得很可爱。知道为什么了啦？因为现在1点整点那个天文钟他们有那个报时，我看不到了。好的，各位真是好笑，我错过了整点看那个钟的时间，反正现在有点饿，我们先去吃个烟囱卷。For this building? Yes. Okay. Thank you so much. Have a nice weekend. Yeah, have a nice day. 我在欧洲被其他亚洲人帮他们拍照比例超高，这也是我的亲身经历。如果你在国外，你一定要找亚洲人帮你拍照。我买了一个苹果口味的烟囱卷，超大。这个烟囱卷就是在捷克很有名的一个甜点，就是个面包，外面会裹那个砂糖。它有一个口味是装鲜奶油的，但是我没有很喜欢鲜奶油，所以我就点冰淇淋。然后我点的是苹果口味的，它很大一只我觉得我一个人吃不完。香草冰淇淋，还有那种苹果肉桂、苹果派的内馅。这个艳阳高照下，它融化速度极快。我吃到中间，刚冰淇淋已经化掉了嘛，所以现在的那个面包中间它就是有或者肉桂、苹果内馅跟冰淇淋湿湿软软的感觉，很像在吃面包沾苹果酱沾奶昔，外皮还是很坚固，完全不受影响。很脆OK， 各位，过了1个小时，我回来这个天文钟这边了。动了！在走路8分钟的地方呢，就可以抵达下一个布拉格最古老的桥——查理大桥。查理大桥是由国王查理4世在14世纪所兴建的，横跨伏尔塔瓦河，连接布拉格的旧城与小城。桥上总共有30座圣人雕像，大多建立于17、18世纪的巴洛克时期。其中最著名的是这个圣约翰尼波缪克，传说他因守口如瓶，不愿泄露王后的告解秘密，因此被国王处死，投入河中。河面当时出现了5颗星光，因此他的雕像头上也有5颗星作为象征。相传只要摸一摸雕像下的浮雕，就能带来好运。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雕像，圣母玛利亚。在从你的 YouTube， 谢谢，可以啊，可以啊。是在巴黎吗？我已经离开巴黎了。很热吗？因为那天是热浪，所以完全没有风。1、2、3，太开心了！谢谢，真的是全世界各地都会有观众。看起来很好玩远方感觉有船可以搭。各位，我找厕所找很久了，上一次厕所30克朗。Thank you。这里呢，也看到很多大麻店，还有卖各种的大麻饼干跟糖果，还有蘑菇有超市跟大家说，外面观光区的水都卖超贵的，这边水24块，外面又卖
70-80。各位，我现在非常紧张，我现在要去见9年前一起在阿拉斯加打工的一个同事，他现在要从火车站走过来，我现在好紧张哦。你能想象吗？那种9年没有见的朋友，然后你们曾经在国外一起打工度假，然后如今你好不容易来到他家乡，那时候大家都是20几岁，如今呢，他已经结婚当爸爸了。This is Jacob. Hey, what's up? We were working in Alaska 9 years ago. 9 years ago, yeah. What do you call this beer? Lasagna? The same? Lasagna. The same? Nazdravie. Cheers, cheers. Nazdravie. That's Debbie. Nazdravie. Yeah, cheers. You know, my first beer was in Alaska. Oh, really? I didn't drink before Alaska. Really? Yeah, because we had a lot of party in Alaska, right? Oh, yes. So I drank That a year lot. was crazy. Yeah. I think you know him. Like, he was like long hair, Oh. We went to Serbia to visit Miloš. You remember him? Yeah. So we met her in Prague as well. Oh, really? For one day. You met a lot of people. I met her in Taiwan. Yeah, I thought that you guys met. Yeah, and Thailand. This is beef tartare. 是一个生牛肉跟洋葱，还有大蒜，还有面包。这是 Jacob 推荐的。 Yeah, but first, what we do is like, you make it. Oh, okay. I mean, it depends. If you like garlic, you don't have to use it. I like garlic. 先把大蒜放在这个面包上面 ，like this. Yes. Oh, very hot. And put the beef. Yes. Not on this side, more. Okay. Okay. How is that? I like it. Is it good? 很好吃哎。Is it typical food in Jakarta? Yes. But like, it's not like typical people would eat it a lot. But it's like at restaurants for people who make a birthday party. But you don't get this food for like usually Party and party share. and- 来捷克呢，一定要喝啤酒。那天我跟 Jacob 出去，他大概喝了4-5杯吧。我们去了3个地方，他每一杯都是点啤酒，因为这边的啤酒超便宜。这是点的是捷克他们道地的炖肉酱配面包团子。我吃的这个是猪肉的，它的面包是那种很软、很 Q 有弹性的这种，然后你就是可以沾他们的肉汁。它很软，它是发酵的蒸面团做的，口感有点类似软软的馒头的感觉，本身没什么味道，所以它主要是沾酱来吃的。再来是它的肉，它猪肉是有点肥肉的感觉，很好吃哎。它猪肉是把它炖得很软烂的那一种，它这个酱汁拿来配饭其实很好吃。他刚刚有问我说，我是要这个面包还是我要饭？但我想说，既然都来到捷克了，吃点不一样的，这真的是很下饭。老板人真的太可爱了，人超好，他就会时不时过来关心我一下，说好吃吗？可以吗？要不要咖啡什么的？我就蛮喜欢每次出国都去找这种只有当地人的小店。那是我在 Google Map 上发现，就是专门找那种评价不错，但是不要太多人评的，就会比较多当地人去。像其他桌都会很多当地的阿伯，他们就是坐一桌在那边打牌边喝啤酒，就很可爱。而且我这样吃一餐下来，大概才台币250、260。我平常去那种观光区，我吃那种一餐都要500-600块，就是要找那种很当地的店。这一次在捷克的最后一站就是布拉格城堡，这个对面建筑好多人在上面喝酒哦。城堡这边要先爬一段的楼梯，但这边楼梯不算难爬，都是蛮宽的那一种。
大家如果来布拉格，可以做好要不停走路的准备。市区有很多的景点都是可以走路连通到的，虽然也可以搭大众运输啦，但是花个半天一天走起来蛮舒服的。我这边的氛围我很喜欢，就即便它是假日，也不会到太多人。哇，这里很美。刚刚那个地方的拍照真的很好看 ，view 超美的。我每次请路人帮我拍照的时候，我都超尴尬，尴尬到不行。城堡现在这一区给我感觉就跟查理大桥那边感觉很像，就他们的建筑都很漂亮，可是因为这是观光区，所以周边啊会卖一些都是一样的东西。到了，很壮观欸。再一次证实，出国呢一定要找亚洲人帮你拍照。我刚刚看到了一群韩国人在拍照，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我会不好意思要求要更多照片嘛。然后那个韩国女生就说：“帮你转过去绕一圈，我帮你多拍几张。”这样他们会尝试各种角度，所以大家尤其来到这种欧美国家，找亚洲人，尤其韩国人帮你拍照就对了。大家可以看到后面这个超级壮观的城堡。看到本人的时候真的会惊艳哎！布拉格城堡呢，它是从9世纪就开始盖了，到现在已经超过1000年。它以前呢是波西米亚国王的王宫，现在是捷克总统的办公室。在它的周围还会看到这几个神父吗？是神父吗？如果错的话纠正我一下。就是他们会穿那个黑袍，在旁边走来走去。我现在感觉就跟我去年在奥地利维也纳的感觉很像，就是我看到教堂的那一个瞬间，那个感动程度是一样的。独旅要怎么样拍照？一个就是请路人拍，你不知道他帮你拍是好看还不好看。第二种呢，就是帮自己拍照，找到了一个放脚架的地方。我通常是会用我这台 DJI， 然后用录影的模式，比如说调好一个角度，然后在这边动来动去。最后再影片截图。你知道一个人旅行呢，就是会有这种照片会比较少，但我觉得这方法还蛮好用的，在这边分享给大家。现在是晚上8点，这个时间阳光洒下来，在那个建筑物上面超级美。布拉格是一个生活感很强烈的城市，超级适合独旅。它真的可以被称为是世界上蛮宜居的一个城市。因为我拍旅游影片拍了好几年了，我自己知道说，就是有些旅游影片啊，就是帮大家整理攻略什么的，会比较多人看。但是其实我自己个人比较偏好是那种到一个国家，我会去思考说，我喜不喜欢这个城市的生活，所以我会想要再拍有点就是生活感一点，并没有说哪个地方一定要去，而是这个城市给我带来的感受是什么。我在布拉格这几天啊，其实我是很享受在这座城市生活的感觉。住的地方附近就是有超市啊，有 mini mart 啊，然后有餐厅、酒吧、咖啡厅，什么都有。然后搭轻轨也超级方便的。这趟旅程虽然我没有特地拍旅游攻略要怎么玩之类的，但我觉得它是一个我整趟欧洲行超级棒的一个收尾。最开心的事就是我见到了9年前在阿拉斯加打工的同事，去了1日游集中营的 tour， 其他时间我就是订了自己很喜欢的房间，在里面工作追剧，有时候想出门的时候就出去散散步。我很享受在这种不同城市国家生活的那种方式吧。我最近也还在摸索到底要怎么样把这种不同城市生活的感觉拍出来。跟大家说，虽然今天是天气最不好的一天，但是夕阳出来了，还蛮美的。现在呢，就正式跟我这趟欧洲行说再见了，有点舍不得。这趟欧洲行从葡萄牙遇到欧洲大停电，一直到西班牙2个月学西文之旅，后来自己去瓦伦西亚独旅做西语挑战，再去法国巴黎找我在那边工作的朋友以欣，以及自己最后一趟来到捷克，真的很喜欢捷克。我觉得我这次最喜欢的是捷克。那如果大家想要关注我更多旅游生活的话呢，记得继续订阅我的频道加小铃铛，还要去追踪我的 IG。现在变超冷的。
的。然后我现在呢到了这个超市，我要买今天的晚餐了，先跟大家说拜拜，拜拜。